聊一聊没烦恼。欢迎收听新的一集的聊一聊没烦恼，我是塔，我是 Leaf。然后如果现在你们在看 video 的话呢，你们会看到这个人，好像有一点熟悉啊 ，Hansy， 耶！其实谢谢这一集很期待哦，我自己本身。OK，Hansy 是我们在上一次的 live podcast 就是线下活动的时候认识到的。对。然后你上来的时候也跟我们聊聊一小段你的故事。对。然后从那一晚开始，我们两个就有讲，我们一定要再请你回来。这样太谢谢你们了。不只是我们自己本身啊，我们也是收到很多 feedback from 那些听众，包括工作人员也是。听到你讲到哭是，我其实讲真，你短短的那几分钟你分享的时候啦，其实你影响了很多人。因为我们陆陆续续都有收到message 跟信，讲印象最深刻就是你的故事。最主要对我来讲，我比较肤浅啦，我觉得印象深刻是因为它有拉高我们的年龄层，我们的对，其实诚实来讲，因为其实我们那一次也是第一次在线下亲眼见证我们的观众，因为平时我们这样录都真的不知道留言的人长什么样子，或者是几岁啊。然后就你来到现场的时候，就因为你是有填写，毕竟有一点年龄，他是填写要上台分享的观众，对，所以我就讲，这个人是50岁，对不对？对，明年50岁，明年50岁，然后就讲哇。上来，因为我们就觉得，哎呀，我们这两个小妞在这边乱分享东西，然后就非常荣幸的有，就是你们加起来跟我一样大这样子，加起来可能也没有啦。我们让你介绍自己一下。对，介绍自己就是一个辛苦的事情来的。其实基本上我觉得就是名字是Hansy所以我觉得可以看得到我妈妈是很有文化的。对。你的华语名是Hansy，涵养的涵，康熙的熙。Hansy，因为我一开始以为他英文名就叫 educated， 所以其实Hansy 这些人家以为是我的英文名，其实是我的中文名来的。所以然后我爸爸和妈妈都是很有文化的人。我爸爸是年轻的时候到处去打篮球，40-50年前自己去打篮球，打了篮球自己写自己的篮球报告给报章赚钱的。所以我爸爸是那种文武双全的。哇！对啊，然后我妈妈就是那个小迷妹两个人是看完所有小说。我大概十岁之前，我已经把所有金庸的小说看完了。Oh my god！ 对，这样你讲你的 parents， 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从这个这么有文化的家庭出来的孩子，所以我觉得就是我后来遇到我太太了，我要生孩子之前我很有压力因为我爸爸在我11岁的时候就离开了，这样我的生活就从一个小康之家，从一个爸爸妈妈很好的榜样，变成说我兄弟姐妹要分散，这样我所以觉得后来我跟我太太讲了，我讲说我很怕生孩子，因为我觉得我做的不能够像我爸爸这样做的很好。虽然我爸爸只是陪伴了我11年，但是他影响我50年。哇！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所以我一直不能够生孩子，就是我一直很担心。这样我就跟我太太讲说，谢谢你支持我，但是真的生孩子，我觉得要怎样照顾他们是很不容易。当我太太结婚了10年左右，她开始跟我讲说，我骗了她，她讲。你当初结婚前讲一定要跟我生孩子的，现在已经等你10年了。然后我生气了，他讲我生气了，我讲 OK 好，这样你生气了，我就因为我太太很少跟我吵架了，这样 OK 我讲好，我努力。这样有时候一夜之间我就决定说好，所有的恐惧都被我太太的鼓励去恐吓了，就是这样，我就迎接第一个宝宝咯。我觉得我们那一天发现到Hansy是一个很 interesting 的人，除了我觉得印象很深刻，也是他有讲到他的老婆扶持他，然后还有另外2个点是因为他有讲，一个是他躺在医院，我诚实的讲每次在 prepare 这种podcast script 的人都是 Leaf， 可是我是没有看的，因为我要保持一个新鲜感。对。可是我对你的印象真的非常深刻，因为你的 storytelling 也是很有趣。对。其实我生命匆忙上下。对所以如果大家还没看过那一集的话，你们可以去回听一下我们的 live podcast 的那一集，因为那一集是我的父母，他们听了过后马上 call 我。这个Hansy的下半部在哪里？他没有下半部，今天来只有那一段。对，那我就讲我有要请他来讲一个副的，因为还有另外一个 interesting fact，就是因为
那时我还不是很 sure 他是在讲什么。过了那个 podcast 我就懂了，他讲他是职业医生，他是医生，企业医生，企业医生。所以我之前就一开始，他就是一个 corporate doctor。对 literally 我就以为你是一个在 corporate hospital 里面的 doctor。我们给他解释一下什么是企业医生。所以其实 before 讲企业医生啊，其实刚才你看啊，你叫我介绍自己，其实我们做生意的，我们是有一个介绍的方法的，对啊。但是刚才你问我的时候，你看讲到去我的父母，因为我觉得人不能够被自己的工作所操纵，所以刚才你讲介绍自己的时候，我就想，要怎么介绍自己呢？你要怎么介绍自己？我是谁谁谁，我在工作是什么，我的成就是什么，这个是我们有一套 formula。但是今天的访问，我觉得很多人在问我是谁的时候，我在想，我就是一个老公，我太太最重要的人，我是一个爸爸。所以刚才我也是愣一下，然后我在想，其实我最关心的已经不是我的工作和我的事业上的成就了，就之前生病1年半，然后老婆在照顾我，然后有想要放弃的时候，然后重新振作起来。等等，当我是一个很开朗的人，你看得出。但是在你病了1年半，生活不能自理，上厕所都要老婆帮忙，孩子那时候我孩子只有4、5岁，帮我倒尿这样子的东西。你从死里逃生的那个整个状况，你就开始明白生命其实很多东西不是这么重要。一个人有没有 experience 跟你眼里，我看到你还有光对，我就觉得我真的很想，我觉得我很爽的就是我已经工作了很多年，我工作40年了，对啊，但是我觉得我就是有保持那个还有那种少年血。对，这样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年轻时候的你嘛？年轻的时候的Hansy是怎样 ？OK， 就是我觉得前面的11年，我是一个很好的，虽然是家里没有钱，我们半夜会听到爸爸和妈妈，就是在一间小屋子，爸爸和妈妈半夜会聊天，聊到说经济上的问题啊，什么令我感受到这个生命以后我遇到问题的时候，我在一个人在外国，在人生地不熟没有人帮忙的情况之下，我想到我的爸爸妈妈，我就有力量，我觉得是这样子，所以我去到那里我都不会 loss 不会迷失自己，我都有心理的盼望。所以11岁之前的整个生活就是可以爸爸妈妈很辛苦，但是从来不会忽略我们，然后尽量给我们很好的去看电影，坐这辆摩托再去再回，再去再回，这样子的，就是一个一个遵守交通规则的啦。所以我爸爸妈妈给我很大的影响。我觉得那一句真的蛮震撼。你讲你爸爸陪伴你11年，可是他影响了你50年。对，这样你觉得你爸爸给你最大的一个影响，你可以记得的是什么？我爸爸从来没有处罚过我的，只有一次而已。然后那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他处罚我，然后我觉得记这一生原来多么温柔的爸爸，当他需要的时候，他可以很坚定的让我去面对自己做错的事情。所以呢，我已经不知道自己做错什么。有一点点道德洁癖，我对自己的要求很高。然后可能我对别人这个要求就不高啊。现在这个年龄了，尽量去看你们的好的一面尽量去释放善意啊。这个是我从我爸爸身上学到的。这样11年过后，你爸爸也离开了过后的Hansy是怎样的？其实我觉得我的生活是周星驰有很了解我的生活。周星驰为什么？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电影里面讲了我的故事。比如说我11岁之后，我爸爸去世了。其实我是在吉打的，在最北端的一个小城市。我难以想象会走到这一步，就是去到全世界都走过，然后在吉隆坡也做得不错，遇到我太太，就是somehow我做对了。但是这个做对不是我做对，是上天给的。周星驰有一部戏是，他从中国下来香港，然后他是很厉害打斯努克的，所以他就有一个报纸飞在他的，然后电影是很夸张的嘛，报纸飞在他手上，他拿下来，有一个斯努克的比赛，他就去参加。就改变了整个生命。对，所以我的感觉也是这样子。11岁我们在吉打，以前英文不好，马来文不好，中文还可以。这样，但是有一天11岁我爸爸去世的时候，真的是我感觉到有一份报纸飞过来。其实当然不是这样子，但是我感觉为什么呢？
我竟然看了英文报，我是不会英文的，但是有一个新加坡的亚细安奖学金，开始第1年的招生。其实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看到英文报，因为不可能的，所以只能够解释，所以你明白吗？ Okay. 然后我就来到吉隆坡，考试，然后 interview，其实这个奖学金是给成绩好的人， Okay. 家境是有钱都不要紧的，因为其实新加坡政府很聪明，他要把马来西亚的人才拿过去新加坡，所以这个奖学金不是要你穷，它是要你成绩好，所以其实跟我拿奖学金的同学啦，全部都是富豪来的。我是第一次知道原来学校可以有冷气其实我们在乡下我们没有看过什么是冷气，对吧？冷气好像是遥不可及的东西。那个校长是雪兰莪的，曾经也穷过，所以他跟我很投缘。他来到吉隆坡 interview 我，用英文问我，我英文也很差，所以一切东西都是上天的安排。Can you play badminton？我在想，我是马来西亚人，我当然是会玩 badminton 啊。但是其实，在英文里面 ，Can you play badminton 的意思有一点点就是说，你的 badminton 好不好？因为这个校长想要他是雪兰莪的人，但是在新加坡，他想要把这个学校变成羽毛球队的一个光荣。我就想，我当然 can play 啦。但是那时你的程度是怎样？你 can you 很烂啦 really，play 就是 play 啦。So you cannot play, but you can. I can play 是 you can 我 play 可以玩，他的 can play 是 master 你玩到厉害嘛？厉害嘛？然后结果你就回答到很有自信，讲对我当然是会玩哦。所以你看英文很差，然后对吧？就是那个报纸飞过来，对我录取了，因为他 can play badminton。 can play badminton。这样我想问一下，你妈妈当时是什么我妈妈是 happy go lucky 的，好像我去到新加坡那时候用 coin 来讲电话的。可能现在大家没有看过。我有用，我以前用 coin， 我有用 banana card 啦。我学校以前也是用 coin 所以那时候我就用 coin 打电话给妈妈，再从新加坡打到吉打，然后就是时间很短的。然后我妈妈就会问我：“Hansy，你有钱吗？”然后我才12岁13岁，我就讲有钱哦。这样我妈妈也不会问我说为什么你会有钱哦。所以整个在新加坡的过程，我跟你讲啊，你妈妈也是很 cute。我是很难以想象，因为今天我们花钱有时候真的是花钱如流水，我们不大在乎。曾经那时候我一年只有800块新币吧，然后但是宿舍免费，学校免费，800块一个月。确实你有钱啦，不能 entertain 一个月100块，没有啊，没有100 800除以12个月嘞。然后我跟你讲，巴士票新加坡是很好，23块一张月票，就是一张 sticker 粘在那个卡上，你就可以无限坐巴士。但是23块乘12个月就300多了，对哦，200多了，300块啊。确实，所以现在500块，一个月40块而已。确实你是有钱啦，就不是说一个月40块，你跟那个敢 play badminton没有是一样的道理啊。你一天只能吃1块多吧？对咯，不够啦。可是你的意思是想讲，有1块钱也是叫有钱。对，所以我的回答是正确的。对，但是我妈妈也接受这个回答。他就没有想40块讲过，不够，因为他没有继续问够不够。你是 siblings 里面排行第几？我是最大的，我是大哥。no wonder 你妈妈心这样大啊。对，我妈妈心很大，所以那时候的 crime rate 也没有这样高，没有。以前的年代，我也是我妈妈给我自己一个人去搭巴士的，那时候已经漂亮如我了哦。漂亮。这样 OK 好吧？不过那时候我的妈妈，因为我现在已经30多岁了嘛，10多年前给一个小女孩自己去搭巴士是。我爸爸妈妈就觉得你可以自己去 station 啊。可是现在比较危险，反正现在我们觉得危险其实你会觉得，如果你现在你的孩子11岁，他讲他自己一个人去新加坡，你觉得你 OK 吗？其实我是可以的，因为我的孩子是男的，所以还 OK。所以我觉得养女儿，虽然我克服了自己生了孩子，但是养女儿我觉得还是不容易。对，我会非常操心。其实现在男生也是有的，男生也是有的。因为我最近看到有一个。我们这种年轻的 parents 他就教他的孩子，他穿着 pampers 他就跟他讲，如果今天有人要摸你的小鸟，你要讲什么？他就会讲 no。其实现在对男生也是要有这样子的教育啊，我觉得还是一样 equally 啦。没有啦，因为大家 exposed to social media， 对，所以你不知道他们从网上面看回来、学回来什么东西。因为我很神奇，为什么很神奇呢？因为我从中学到大学。没有买过课本，我没有钱买嘛。然后这样你是，所以我是很年轻就做对，不小心做对了东西。比如说我没有钱买书嘛，这样我就成功的做到应该做的东西，就是我开读书会，我来教大家一起
温习功课。我从中学开始就是开读书会哦。你没有书本，你开读书会。对，因为我没有书本嘛，我没有课本嘛，所以我只好你们是我的同学吗？我们在宿舍，我就邀请你们来一起来讨论功课哦。因为你们的成绩可能也就是我的成绩比较差的同学，主要也是因为你有号召力吧。是哦，当你没有钱，当你不能够生存的时候，你必须要有号召力。Desperate times call for desperate measures。对，所以其实你看这你好聪明哦。我是想说，我的小学老师对我很好，到现在我还有顺便讲一下郑家代老师，他现在还很健康。我们刚刚聊天，我11岁之前，他是看到这个Hansy是不会讲话的。其实以前没有 internet 老师是关心我们，他也不知道什么叫做孩子自闭啊还是什么，但是他可以看到他很关心我，我成绩很好，但是就是永远不讲话，又很听话，做他的班长，任劳任怨，搬课本搬什么，所以这个老师对我很关心，他就讲说Hansy你不可以不讲话的。今天你看是滔滔不绝。那时候所以人是会改变的，不要给自己一个机会去改变，不要自己坚持说我是不会讲话的。所以这个老师到时候12岁之前，他的印象是不讲话。后来我进了中学，然后进了大学，他的女儿在拉曼学院见到我，他打电话给他妈妈，他讲妈妈，我看到Hansy，但是我不确认这个Hansy是不是你的Hansy，为什么呢？这个Hansy会讲话的OK， 因为所以你讲的号召力其实是生存。我才40块，我上课我没有课本，其实是很辛苦，要追上成绩。很多东西我是不知道道理的，我先做，不去问，最后过了几年之后，做对了，我都不小心做对。过了很多年之后，我才发现原来这些是对的方法，所以我从来没有质疑。可是我觉得还有一个点是，我觉得是因为任何事情里面你都看那个好的一面， That's why 你会发现到你是做对东西了，因为可能那个东西别人看的话，可能还是看到坏的那一面，所以他就会钻牛角尖。对，所以我不能够理解那些人，他家里可能家境不错了，妈妈给他很多钱，他讲我只有钱，我没有爱。其实爱是看你自己看的嘛，是吧？可是我觉得每一个人会有不一样的，因为生活的历练让他觉得他没有爱。你在一个富裕的家庭里面，是的，你妈妈只有给你钱，你爸爸只有给你钱，没有给你他时间还是什么？但是爱是要从自己开始的，你要爱自己先，你不要管你的爸爸妈妈没有给你爱，至少他没有家暴你，你懂吗？可是不能的，小孩子不一样的。所以现在的孩子越来越不能够就是说磨练了。他整个社会我们的物质很丰富，变成说我们不够 tough。可是这个我会 disagree 因为不过是很好的，因为我们是聊一聊没烦恼嘛，对不对？因为好像比如说类似今天是一个 relationship， 然后那个老公是很有钱的，对，可是他跟我是没有沟通，然后你也是可以讲他也没有至少他没有家暴我，可是我真的感觉不到爱可是如果我要自我感动吗？他每个月都会给我钱让我过上好的生活，这个是爱，但每个人的 love language 不一样你到我们这个年龄了，你就会发现很多我们这个年龄的时候讨论女孩子支持的女孩子直接讲老公不在家不要紧钱给够多就好了。对，确实是听说过到这个年纪的女生都会这样子讲。其实没有啦，我觉得夫妻不一样，夫妻是一个选择，我选你，你选我，但是父母和家庭是没有得选的。这样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因为以你的 experience 你觉得世界上会不会有父母是真的不爱自己的孩子？我有看到，我很难理解，比如说虐待自己的孩子的孩子还是 baby 就打，哇，那种看了心很酸。但是这是少数，所以我觉得说，作为一个孩子，我妈妈就是一个很开朗的人她就是心大，所以才培养到我有成才但是如果我要像电影里面这样子去埋怨我妈妈，埋怨我爸爸没有给我足够的钱什么，这个是埋怨不完的。所以父母给了我们生命，我们就接受，我们就应该是感恩了。然后其他的东西，我觉得就是你要去思考怎样去面对问题的时候解决问题。这样，我现在要跟你讲一个现代年轻人的观点可能是我的自己的 siblings 也是会有的观点，因为我们的家我的 parents 也是有 provide 给我们 financially 啦，可是他会讲我没有叫你生我下来，所以这些是你应该的。我没有 ask for you to， 所以你看现在年轻人的想法，其实这句话是，我觉得这句话是你在否决爱自己，你懂吗？因为家长生你是的确你没有 ask for permission to be birth 我没有要你生我，这句话好像听起来很对，但是其实我要讲的是，人要爱自己，
所以你讲夫妻的，如果这个你觉得老公或者老婆冷暴力你可以离开，这个是有的选的，但是父母是没有得选的。但是我觉得重点是说，我们面对东西就是，你看我可以不做读书会，我可以讲说我没有课本，对吗？我可以没有课本，然后可能第2年教育局就会把我开除哦，哇，这样就很轰动了嘞。我明白，可是我有一个观点就是，我觉得原生家庭啦，如果他一开始都不是 loving 的，他会怎么说语言暴力你。你看我前几天才去看了 Michael Jackson 的电影，Michael Jackson 对小时候那个电影是可能已经美化了，他爸爸可能对他的家暴是更严重的。你看 Michael Jackson 成为一个很有爱的人，这个你觉得是天生的吗？他可以自己有？没有，这个人是这个选择，你觉得？你要选择自爱自怜，不爱自己。你就可以选择，所以我觉得这个这个很 deep 的。可是你觉得这个是他刚好有人教导他这个东西，他才会，还是你觉得？你看 Michael Jackson 这部电影里面，他是讲 Peter Pan 的故事，给了他力量。对，因为他我不懂这种是不是真实，但是这个电影是这么拍。万一那个小孩他从小就一直看很暴力的漫画，然后父母对他也很暴力，出淤泥而不染。就是像 Lotus 莲花这样子开，你的环境都是沼泽，但是你能不能说很多？所以我们不要看那些负面，我们要看有些球星，他来自黑人区，来自很差的家庭，但是他成为球星之后，他并没有吸毒，并没有，他赚的钱是几千万的美金的踢球而已，或者一些运动员或者一些什么，你要看到他怎样坚持自己。他可以选择吸毒，他可以选择什么，甚至他有钱了，他可以选择很穿，可以很嚣张，但是有些人就是可以逆流而上。可是那些不能逆流而上的人呢，怎么办？当然，很多时候不是你要逆流就可以逆流，但是我觉得一定有方法。重点是你要先爱自己啦。刚才我讲了这样多，我觉得最重要是，在我觉得我爸爸为什么影响我50年，就是我真的很像 Lion King 里面这样，Lion King 他看到他爸爸在天空中，然后对他就向往。我到16岁之前，我很记得的，到16岁的某个晚上，我爸爸在天上跟我讲说：“Hansy， 你长大了，我今年起不会出现在那边了，你懂吗？”sorry， 感动。没事。真的，我有那种感觉，所以我是觉得说，从11岁去到新加坡。很多信念就是来自11岁之前我爸爸对我的身教，他用以身作则来告诉我们穷，但是我们开心，然后你坚持，所以我爸爸给了我力量，就像 Peter Pan 给 Michael Jackson 在电影里面，因为我们不懂是真是假，但是电影你就相信这个真实哦，对啊，所以我爸爸就是给我力量的人，在每次做选择的时候，我都选择爱自己，我都选择去找一个方法。而不是放弃自己。我觉得他的 strongest pillar of strength 就是你爸爸。所以到有一天16岁的时候，那一个晚上，我在拉曼学院的时候，我从新加坡了之后回来拉曼，16岁那一个晚上，我看到天空，我很明确的知道我爸爸在跟我告别，不是11岁，而是16岁那天。我爸爸在天上跟我讲说，就像 Lion King 有一幕就是猩猩变成他的狮子，然后我爸爸告诉我说，我觉得你长大了，我可以放手啊！从那一天起，我看到星星的时候，我看不到我爸爸，但是16岁之前，我是看得到。Sorry， 没事吗？很久没有想起这段东西啊。OK， 所以我觉得呀，谢谢你跟我们分享，没有关系，没关系，Hansy我们 deep 就 deep， 我们 shallow 就 shallow。对，这个就是我这几年来的感悟，就是说，它影响了我很大，它影响我一生，真的，对你，他是要，这个是很，其实已经很久没有慢慢的坐下来去想这些东西，所以有时候人要反思，就是夜晚的时候，你想一想自己是幸福的，那你就幸福。如果你要想你自己不幸福，你就不幸福。我觉得我们少了很多反省的那一个 moment。现在啦，因为我以前的时候我父母还蛮常讲的反省这2个字的。对，其实我是觉得我是蛮 anti social media 的，因为 social media 让我们的脚步越来越快。我们没有 space， 我们没有 mental capacity 去 reflect on。其实你不要讲别人啦，你讲我自己啦。
可能很多东西你经历了过后哦，我还来不及 process 我的 feelings， 我已经去 move on 去做别的东西了。你更不要讲是我们是做 social media 的，因为时代脚步太快了。对啊，你跟不上的如果你话可能 take 就 time to reflect， 可能你是不是会比别人慢？我的 Facebook 被人 hack 了之后2个月了，我都没有 Facebook 了，但是我的生意还是照做。所以 social media 是不是很重要？是很重要，它给我们一个 shortcut，但是更重要的是你的实力。你的口碑是这个我所以这2个月 Facebook 没有了，我很轻松，对吧？因为我不用烦不用要写什么，对我今天早上才听到一个 podcast，有一个嘉宾有讲到，他讲他的也是中 hack 还是关掉什么东西啊，他的 IG，然后他就讲他有在当下想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今天我们完全没有 social media， 没有 Facebook， 没有 IG， 没有这些东西，对。他还是谁？其实我一直我们到这个年龄了，我们时间有限了，我们要给我们最亲爱的家人了，我的岳母啊，我的妈妈、我的老婆啊，我的孩子。其实我只有在英文我们讲，好像老婆是 domestic partner，然后如果我们有一起做生意，我们叫 business partner，都是 partner，所以我们的时间只能够花在这些 partner 身上吧。either 你是我的 domestic partner， 我的 family，你是我的 business partner， 其他人呢？为什么我会第一次见面就很热忱的散发我的善意？因为我觉得如果第一次之后我们没有办法成为 business partner or domestic partner or good friend that 这可能是我们的最后一次的见面，因为我们的时间太少了，对啊，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在人在初见，人生若只如初见这样子，你一定要赶快把善意散发出去。这么多年来啦，你一定会遇到一些不怀好意的人。你能够骗我的，只能够骗我一次，对吧？但是如果你没有骗我，你很热忱的来交心的话，你可以从我身上赚一辈子的钱。你会不会失望？以前有，但是现在我开始明白了嘛，是他的损失，因为他比如说，可能他真的跟我做一个交易，然后他在里面他就把我当傻子，对吧？他只能够骗我一次他只能够利用我一次。但是如果他真心的对我的话，我们可以重复不断的一起赚钱。可是你会不会来一开始你觉得这个人很真心，然后你也付出很多的真心，你很交心的跟这个人一段时间很真心，然后整到最后心痛会有一点的。对，你I mean 如果经历过2-3次，你会不会很不相信人类？对，你会不会？我觉得不会，因为我觉得我的 anchor point 不来自对方，我来自我的太太，来自我的什么？他的 pillar of strength。对不起，大家观众，我们这一集可能会有一点跳，因为我发现到我跟 Liv 想要问的问题蛮不一样的。但是是很好的，我觉得是很 interesting 的，因为我觉得很难得我们可以跟有经历的人可以坐下来这样子的深聊，因为我也蛮喜欢，因为我觉得每次我在跟可能比较有经历，我们不要讲年纪，我们讲经历就好啊。不同经历的人我没有办法去完全理解你现在跟我讲的这个东西，因为可能比如说你讲你不相信人类，因为你的 anchor 不是来自他，但是可能我现在还在处于这 fuck this shit， 为什么这个人这样子这样不好，这样不善良？这个我跟我孩子讲了一个故事，我讲吗？这个故事可能你们也听过。我讲说，如果今天有一个人偷了你200块啦，这样你会 fuck this shit， 然后你会不会叫他再偷你2万块？不会，不会吧？有可能，如果他是我朋友的话，没有，就是他偷了你200块，你会不会生气？他不爽到你让他再跟你抢走你的2万块？不会，可是会有防备之心，就以后谁跟我靠近我就拜拜。所以我觉得人呢是有感情的，我们一定会受伤，一定会心情不好，但是尽量不要给这个心情太长。为什么呢？这个200块我跟我孩子讲，我孩子现在9岁，我跟他讲这个200块就是200秒。他做错了一件事情，你的朋友，你的什么，他辜负了你，是一个相对的，可能在他心目中里面他不觉得他辜负你，他觉得他做得对，他觉得他做得对，但是我们受伤，我们心情不好，这样我心情不好200秒了，给他拿走200秒了，我要不要一整天心情不好？甚至有些人是心情不好1年，对吗？所以
你不要因为损失了200块，你就一直不断的追加损失，包括损失2万块，损失20万，不要影响以后啦。对，我最近在把钱变成时间，对，就不一样了。我最近在读到一个东西也是蛮 interesting 的。如果现在当下你对一个东西很有情绪啦，你就问你自己5天后。你还会不会同样有这个情绪？我觉得它会让我释怀蛮多东西。比如说我很 stress， 现在我剪不完东西，5天后我会剪完吗？已经剪完了，我就觉得还好一点。因为我讲跟你会不一样哦，因为我很想问 Hansy 在16岁那一年呐，一定有一个东西让你觉得你自己也是大人了，所以你才看到你天上爸爸跟你讲 is goodbye。这样你觉得那一年是什么让你成为了你心中的大人？因为我觉得，它也是一个你自己的内心的投射。会看到你爸爸跟你讲 ，OK， 我觉得你可以了，这5年来。我觉得应该就是当时有遇到被人辜负的感觉，但是我克服了。然后当我寻求爸爸的安慰的时候，就是觉得说，其实爸爸能够做的也是这么多了，我要自己去独立做。我其实已经忘记了真正发生什么事情，但是那一年的确应该是有发生很多事情，因为我决定我在新加坡读了4年，拿了 Ascent Scholarship， 其实第5年、第6年我们就要进驻 Junior College，其实我是拿到的，但是我选择了回来马来西亚。为什么？那时候我觉得第一，可能在新加坡那个 Scholarship 会变成1200块还是1500块，我忘记了，是不够的。然后我也觉得说。可能离我妈妈近一点会好。那时候我觉得我妈妈也很多病痛，但是我妈妈到今天，结果到今天我妈妈也是很健康，我妈妈已经71了，71岁了。对，她是很开朗的人，她也看起来还是很年轻的，可能还有人要追她的。因为我妈妈是影响我很大，虽然我妈妈不懂。爸爸是只能够影响我11年，但是妈妈是我看到她，其实我看到是说人，她影响我很大了。她一直在影响你，爸爸影响你11年哈，可是妈妈一直在影响你。可能她觉得我们长大了还是怎样，其实我觉得还是小 baby 啊，是吗？因为你永远都是你妈妈眼中的小 baby 啊。对，也是这样子，我们是停留在。我们在每个人在另外一个人的心目中是停留在某个 stage 的。其实我做过100份工以上从很委屈的工和搬石头，在马路上搬石头也做过，construction work 什么都做过，然后也是文武双全啊，不一样啦，帮作家抄他的稿也做过。那份工是我做的最委屈，真的一边做一边流泪。这个作家是很好的，但是小鬼难缠。就是他的助手呢，就是很巴闭的，就是错一个，因为用稿纸写一个稿纸1行20个，他写了标点符号错他就叫我改过，然后没有 liquid paper 嘛那时候，所以用笔写，基本上如果1行对不准的话，就是要整面写，因为它是一格格的，我知道那个以前写，所以那时候一边写那个眼泪是也没有人打你，也没有人说，所以人的委屈是这样子的。到我有了能力的时候，我对人尽量就是说，得过且过，对别人宽容一点。他就是那时我们问的问题，如果你下雨有人帮你撑伞，然后下一次如果下雨你会不会帮人家撑伞？你的答案一定是你会帮人家撑伞，因为你不想人家经历你经历的东西。对，因为我觉得那时候明明这个作家对我很好，然后这个工作抄一张纸几毛钱好过你在马路上半夜搬石头啦，对吧？肯定是好，但是为什么搬石头我没有流眼泪？然后这个写这个字我会一边写一边流眼泪，这个委屈，这个白眼才是人的关键。前几年我会一直思考的，我不要做我自己讨厌的人，我不能够影响别人。其实我不喜欢影响别人，但是今天我是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努力去影响别人吧，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影响是好的。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 strength 来的，因为很多人他经历过那个被对待不好对，到他有那个能力的时候他要做回一样的对待给新的人。刚才你讲的是医生，我想到的就是婆媳问题咯。我以前做媳妇，对吧？对吗？在 chat 上面也看到很多，他讲，我以前辛苦过来，我婆婆这样子对我现在我自己有媳妇我也要这样子。其实冤冤相报何时了嘛，因为他就会觉得他不 balance， 对我现在不甘愿，因为他觉得凭什么你会为什么我以前有承受过这样子的，然后你现在不需要。其实这个我也不知道要怎样给一个 solution， 因为这个在职业上也会有啊，所以职业上关系上，我觉得就是我们尽量
去往好的方面想。easy said than done。没有，所以我是觉得最后又要回到你为什么要让别人影响你？你应该是自己去爱自己先，因为你其实你做这些不好的事情，你也是难受的。我觉得Hansy之前讲的自爱有一个不一样的 description， 因为之前可能大家的自爱都是你要treat你自己好啊，你要去吃好的东西啊。可是他的自爱是 come from 他的选择。他选择对别人好，因为他自己会好过。他选择不要去抱怨，但是他就去开一个读书会。因为他要选择为他自己解决那个没有课本的。这我看到我现在带很多徒弟嘛，其实我觉得最容易带的徒弟他是白纸的。对了，他不思考的，成就是最高的。我有一个公司，我同时之间开3个公司做一模一样的东西。OK， 2个有经验的团队都失败。最成功的那个团队是一个夫妻，他们没有问过我，从来没有质疑我，没有问我说为什么。其他2个团队很有经验，我讲同一句话他就顶我10句，当然他觉得不是顶，他觉得说我是问，对，但是我每次要解释很累，结果这2个团队都不成功。但是这个第3个团队呢，同一时期一起开，2个有经验有钱，这个没有经验没有钱，但是他有一个孩子是遇到这个的问题的，他第1年1000万，第2年2000万，第3年3000万，连 office 都没有。我只给他3个锦囊妙计，我讲说，第一，你不可以有 office； 第二，你跟顾客讲说，你认同我们就做，所以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你不要指指点点，门票我们收完。所以三个锦囊妙计，你去跟着这个做，你就有机会成功。5分钟就可以告诉你怎样成立你的团队，让你的团队跟你有归属感，你相不相信？第一个点，我承认跟人很简单的，如果我们要一起合作，我不需要你心服，但是我需要你口服，可以不可以？口服心不服我也不要紧，因为我不知道你的心怎样想。我明白。但是我要求你是我的团队，你是我的资源，好，从今天起你写日期，这是我的第一个点3个点就有文化。OK， 第一个点就是日期，你写2026，今天是27，这样子写，你不要写27号 June，你也不要写 June 27，因为27号 June 好像是美国的，June 27是英国的，你写华为的，20260627，这个东西在 program 里面，在 software 里面有好处，它 sorting 的时候它不会跳来跳去。如果你质疑，我也给你答案了。其实我只是要我知道我的团队有没有口服，表面上服从我。所以有些我招到高职员的、高层的，他可能薪水是5位数、6位数的，但是我看到他在我的企业做了3个月、6个月，他还在用27 June， 而不是用这个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人连做个样子都不想做个样子，他不服，他只是拿我的薪水，但是他不是我的团队，对吧？他不愿意改变他的写的方法，连这样简单的写日期的方法都不想改变，这样我就知道这个只是拿薪水的。如果有一天有另外一个人跟他同样的能力，或者相差，他输给这个有能力的人，但是这个能力比较差的人，我可以培养，因为他信任我，他认同我的文化。如果他只是 blindly follow 你，也不要紧啊。所以 blindly follow 是最简单。你看，因为你可以塑造他。我从小到大，我就发现了嘛，很多东西我们做对的。我之前去上电台的时候，电台的总监就打电话给他的下属说，一定要再邀请我去电台，因为他只听到一句话就 impress 了。我是做 consultant， 但是我不收钱的，我只拿股份。OK， 所以拿股份那句他 ignore 了，他只听到前面那句不收钱，不收钱的 consultant 真的吗？我就认同你的生意，我认同你的人，我觉得你需要帮助我，而我又刚好有能力帮助，我就自己推荐自己成为股东，我也不要收你的钱，每个月收你几千块有意义吗？对啊，我直接成为你的股东。你可以那几千块给我。几千块，你要知道你做不好的话，对方给了，是不是他就有 expectation？他有 expectation， 你就变成说他给了你几千块，他就会要求你做得更好，更好，更好。你 responsible for it。对，很多人为什么做不到企业文化？因为他要求他的下属9 to 5，但是他是老板，他不用9 to 5。不能不爽了，对啊，因为不服了。我们不要讲说9 to 5重要不重要，我们就是讲说，如果老板要有文化，他自己要以身作则，对吧？好像中国的他们任正非，他们都是，你看他们是亿万富豪，每天在上班一天上班10多个小时。你看 NVIDIA 的现在
他一天做工20小时的，他讲他没有戴手表，时间不重要。对，时间不重要，因为他永远在做工。Yeah. 所以你在他下面做工，你敢 OT， 你敢不 OT 吗？这样会不会觉得我老板在 PUA 下属，就讲我每24小时都在 PUA 也是一个新的字，对咯，是不是？对，所以你看啊，时代又变了哦。所以你看，今天这个人是一个老板，他请了我做 consultant，给了我5000块每个月，他就希望说 consultant 来帮他解决问题。对，他没有想过 consultant 只是来给你 consultation，就像好像2026年这个东西，我认同了。我写字期都是2026、0607的。你自己这样，如果有人跟你讲啊，他可以找一个 better 方式去 sort 到这种 files 用 AI， 可是他不用跟着你的 date， 你 OK 吗？不大能够接受，因为这个东西我已经证明了。可是东西会变的哦，时代会变。肯定。这样我有更好的方式去 sort 到我的 files。那我讲不用跟着你这个 date， 没有人在写 date 了，OK， Hansy 这样子的话，其实我的目的也不是真正去使用，对，你是要看他我的目的是他愿不愿意接受嘛，对吧？所以这个是一个形式上的，所以我不需要你心服，我需要你口服。但是你口服，你自然会心服。他是从这边来看你的人为，从小事，对，从小事。我的确是看到了嘛，一些很有能力的人，他拿了我5位数、6位数的薪水，3到6个月之后，他还是不写的嘛。这样有一天他就因为钱而来 join 你的，也会因为钱而离开的。他有更高的薪水，他就走了吗？你看过这么多个 company 啊，可以 retain 他们的 staff 的。其实现在我们不只是我了，我相信整个社会都已经离开了老板跟员工的关系了。我们都是好像我自己，我如果可以串一点的话，我就叫自己 CEO 每个，因为我身边是培养 CEO 的，对啊，因为我每个企业我都是co-founder，但是我从来不是 CEO 和 COO，因为我所以我有很多企业，但是我每个企业都有固定的人，特定的 CEO 或者 GM，去负责，这样我就是在幕后给他们一些指点而已。比如说我开一个奶茶店，我可能开了16间。这样这里面我对基层的人呢，只要你在这里服务2年就 OK 了。但是简单来讲，基层的我的概念就是给他们很多隐形的福利，让他们觉得自己有尊严。比如说我们有给他宿舍，别人宿舍是一个 bungalow 住20个人，没有，我是在3位 velocity 这样高级的地方，一间2间房的住4个人，我的薪水是跟别人一样的，别人2200，我最高2800 benefits 啊，但是我有1000隐形的，是他他讲不出来的，所以他会好像我们的这个餐厅的，他们会自己组织 K-pop 的比赛，吸引了别人，因为他们身边都是做餐厅的人嘛。然后以后这个人要离职，会不会先来问我的 staff 说，我想 join 你们那边有没有 vacancy？这个就好像你一直会回去吃海底捞，然后不会选别的食物是咯，虽然的概念他会因为钱而离开的。对呀。但是我给他隐形的福利，他会帮我吸引别的同行过来。明白。好像达达讲了，你在我们的分享会的时候，有讲过一个故事，让我们就是你有一年生病啊。其实病了1年半的过程中，我就很多时间躺在床上思考的时候。会不会是上帝觉得说我有能力，但是我已经慢慢的不想去做更大的事业，去帮助更多人。就是说我有一个能力，但是上帝来要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是有 mission 的。但是因为我开始对自己也很宽容，得过且过，会不会是这样呢？我在生病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思考的是，会不会是上帝要我做更多东西了？1年半之后。我跟我太太讲，可能我要停止吃药了，因为这个药没有改善到我的肉体的病，但是它令我的脑开始，我跟我太太关系很好，但是我跟我太太讲，这个药哦，它有副作用，它会令我脑不清楚，然后甚至我讲说，我甚至想要骂我太太，我想要大喊大叫，不可以让这个药来操纵我。我那时候可能就跟我太太讲再见，我讲让我离开的有尊严，因为我也看过我身边的朋友，我有一个很年轻的朋友，20年前，就是他是2个 couple 啦，就是年轻的两男和女都是我的朋友的，我看到啊，男的受伤，女的不离不弃的帮助他，那时候我们还很年轻，20多岁30岁，结果那个男的。就脾气暴躁，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能做，最后那个女的照顾了他2-3年，就只好离开，是被那个男的骂走了。Oh my god！ 对啊，所以我在想，
难道我要去做这个人吗？我太太对我这么好，然后我自己生病，然后我的脑开始不清醒，我还要吃这个药嘛？所以我跟我太太讲说，不如我们也不，因为我看过很多医生了，去了很多医院，甚至连神医都去看了，只要身边有时候有什么办法就去看。所以我跟我太太讲说，不如让我离开的有尊严一点，我停止吃药了，然后用祷告咯。人在最无助的时候，要相信，不管你的宗教是什么，祷告吧。我已经走投无路了，那时候，已经跟大家讲再见了。是什么原因会让你应该就是 COVID 可能是 COVID 了，然后整个免疫力失去什么，然后年轻的时候太拼了，所以很多旧患脚啊什么啊都开始一次过攻击回来了，这样子，所以就突然之间有一天早上醒来就觉得说，好像不舒服，然后就开始失去走路的能力然后所以那1年半差的时候就只能够在床上，因为我又中过我太太搬不到我嘛，这样好的时候才可以从床上移到去轮椅。但是那个1年半我也花了很多时间去 study 很多东西啦，在床上的。其实我进了3个医院，大医院3个大医院，住了几个星期。在医院里面你是像是一个游客，医生是导游，所以他们来选你之后，其实他们背后我们看美国戏，好像整个医生会一起不同科的医生会来讨论病情，说怎么去解决。没有，其实在这里的话，每个医生都是分开的。然后他只觉得说 scan 了，所有的东西都检查了，花了很多钱，这个 scan 那个 scan。他讲你的心脏不错，你的肺也很好，你的每一个器官都 good。就像你每个眼睛、鼻子都很漂亮，组合起来就是丑，对啊，就是这样子。你这个形容也太好笑了吧？对，所以你就说，真的那个心脏科医生讲，心脏科医生是我最受不了，因为那心脏科医生2个嘛，所以你看第一天我生病的时候在医院，2个心脏科医生好像是在选美这样，Hansy选我，然后选了之后呢，他们白天就在 clinic 那边看病人，6点之后才来 OT， 才来跟他，Hansy 今天状况怎样？你知道那个巡逻，那我发现这个巡逻6点之后是 OT 的，然后说我 OT 呢，对吗？你要 OT 又不是我要教你 OT， 你明白吗？我明白 ，Oh my god！ 所以9点到6点，很多人不懂，医生是给钱，医生没有拿大医院的薪水的，他们是给钱给医院 clinic fee 的，他们是租 clinic 的，所以9点到6点他就要赚钱咯。然后6点之后他就来看我咯，然后他就在 medical 单那边 claim 保险咯。所以这个最后都是找不出原因，为什么？没有，所以每个科目，所以那个心脏病的我选他，因为2个嘛，我选他，因为他的性格是很开朗，很说，然后他跟我讲，还是打包票，1年内你的心脏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这个1年内你不用再做任何 scan 了。可是我在想，不关心这样的事不是？对，但是总之能够 test， 反正 claim 保险嘛，能够 test 他们都会跟你挤眉弄眼。Hansy， 我觉得你需要这个报告。他好像去弄车这样对，就是说他们像弄车这样子，他们会提醒你、提示你、暗示你、明示你，告诉你说这个 check 你觉得有需要吗？我在想。我是医生嘛，要去跟保险讲说我们要做这个 test，所以我们保险 claim 了很多，但是我是觉得这是保险真的是很浪费，整个东西是一个恶性循环，保费增加，因为medical增加，但是你看凭什么你要收我300块而不是100块？那个200块的 OT， 原来 OT 不是1倍，OT 是3.5倍。所以 after that 你就只是停了你的药，然后就祷告就对，突然之间我跟医生讲这个 steroid 我不要吃下去了，就是说从3月到5月我慢慢减轻那个用量，然后到5月的时候突然我可以重新重出江湖。当然药影响就没有了咯，因为药的确会令你 depressed 的。其实是不是那个药是一个？反正药可能反而是那个地方，是哦。当然我不是医生啊，我也不是科学家啦。可是那时候你跟你太太讲拜拜，你也放得下你孩子了吗？没有办法啊。其实有一件小事情，我是到现在都觉得，所以其实当时我觉得这个东西，你要看成这个是很悲哀的事情也可以，你要看成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也是可以。我太太我的孩子才4、5岁，我自己已经不能够去上厕所了嘛，所以我用一个那个红色的饼干罐这样高的，这样大的罐来尿尿咯。然后有一天尿到这样大了，2泡尿然后就很主动，那天也没有叫他就把我的尿捧起来，从病床上要绕过去，
就厕所里面倒掉来帮我洗啦。OK， 他也做过很多次了的。那天他就主动做，然后就走路也还不很稳啊，4岁多5岁。Oh my god！ 然后走到一半的时候，那个整个饼干桶倒掉，他跌倒，他就飞过去，然后整个尿桶就在天空中转了几圈，转了半圈啊这样。但是那个桶其实是很大的圆形的，但是尿没有出来，只是喷了几滴出来吧。所以原来物理学是可以这样子的，就我比较好奇你怎样把它反过来开，不要漏掉。所以我跟我孩子讲说怎么办，我们就先笑了，我孩子想哭，然后就讲爸爸对不起，我讲没有你做得很好了，他就从哭的脸变成笑的脸，他就去拿一张 A4 的卡纸塞进去这样捧上来。这样聪明的，这样厉害。然后就叫妈妈，他就叫妈妈，因为他捧不上来。我在想 ，at least 我还可以站起来。今天一整天听下来，你是一个转念很快的人。我觉得这个不是与生俱来的，我觉得是要有你的经历，还有你的 consciously 的去选择，对，去转念。就像刚才今天好像大讲说他比较年轻，然后还没有办法体会年轻人的愤怒那种。我其实不是，我觉得就是说，你与其去浪费时间，与其去愤怒别人，不如令自己开心。对，没有他的 form of self love 就是在2个选择之中选择一个是对你自己好的选择。是，我现在生病之后，我见到人，我就会告诉人家说2句话来做总结，可以啊？可以，很棒。英雄论迹不论心，就是说一个人你的心里怎么想是不重要的，你要做出来。所以很多人心里想要慈善，但是他不去行动，不去爱他的附近的人。第2句就是莫因善小而不为，就是不要因为事情很小就去不做。我觉得我们会在别人的生命上留下印象除非我们是名人像 Elon Musk 这些是名人，你要怎样令你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留过的，其实都是小事。所以我觉得这个社会越来越冷漠。我以前在新纪元的时候，我在新纪元做主任的时候，我明明看着学生淋着雨，我驾车过去想要载他们都不好意思。所以我们不单不去行善，有时候我们还拒绝别人对我们的关心。所以这个东西我们是可以从我们自己开始，去多多关心别人，也接受别人的善意其实还是要小心，因为我们还是会怕。Let's say 如果今天Hansy下雨，你经过叫我上你的车，我不会上你的车。所以这个我在想，就是为什么人类已经因为很怕来到这个，因为所以为什么我们太漂亮了。对，这个漂亮也是一个问题。太漂亮也是我的困扰。对，所以我觉得养女儿跟养儿子真的。我觉得是这样子赞同，就是英雄论迹不论心，然后莫因善小而不为。谢谢你，对吗？对，谢谢你，很好，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很有帮助，我非常相信这一集会帮助蛮多可能很 lost 的年轻人呐。希望下次还有机会来讲，因为我看到 Liz 帮我准备了很多内容，可以的，都来不及讲，也是让大家知道我们每次准备的确是没有。好啦，谢谢Hansy今天的分享，我们希望有机会下次Hansy再来 ，Thank you， 我们下一集的聊一聊没烦恼，再见，拜拜。Hansy要讲拜拜，这边可以拜拜，再见，拜。